爱讨台湾掌有嘅台湾拍海豚，有一只当本土嘅名嘅，唔面就喊佢做马祖鱼。現在接討扣落3日嘅馬祖坡上嘅時就看到，加拿大鯨豚專家王以超博士，早從2001年就開始用科學嘅方法來研究台灣拍海豚。2015年，佢出來開記者會，就講嘅26年來，拍海豚嘅量對8個隻存到冇50隻嘅，已經進入到科學所講嘅強會切體。可能係下一隻會mất體嘅海洋哺乳類，來盤點台灣拍海豚嘅生存危機，最嚴重嘅威脅就係古生態受到破壞。拍海豚重要嘅古生態，起碼有38件開發案當啲嘅進行，其中就包含嘅台中港擴建，還有彰化離岸風機天南線上岸工廠。保育團體就大白講，能源轉型當重要。唔過做唔得開通話，就話呢mất體咧。是有一隻素菜長有嘅台灣拍海豚，係個冇體嘅有樣就會變做頭擺海釣度嘅傳說咧。我在猜，再過可能5年，就是都沒有改變魚翅網的問題，跟台灣的環境的問題是沒有救。台中港的擴建計劃有可能是壓垮台灣白海豚的最後一根稻草。能源的建設是不是要用這個動物的滅絕來換？都有黑的，還有2個灰。天堂哥群共下，真搶嘅大海，隨風勢間揚，潮來潮去。9隻台灣拍海豬有7屆政策，同海島跳舞，上市速上速下，上市你講來，有你講去。安將嘅畫面係充氣關心拍海豬嘅陽上生態土壤，經育區2005年10月到台中港南片嘅海北，看到貴浪圈嘅拍海豬，佢留下幾條暗豐富嘅胡同，海面上跳舞，將嘅人。我們是主要是介紹它吧，那你是認識它還是聽過它？白海豚聽過，然後也因為那一陣子抗爭的事情，就對，它是一個我們站在岸邊觀測就有機會看到的保育類生物。大棒擺攤，保育團體希望喊下當人認識台灣拍海豬，可能當當人會奇怪，拍海豬又唔係拍世界。人類嘅色天然隨時變化，生出嚟解下係暗灰色，青少年解下色會變淡，半深半點。睇隻狗票是係貴隻白色，不過唔會發紅，亦會興奮，群島是係水風色，所以咪講係水風海豬。它是很可愛，粉紅色的顏色，所以它另外一個外號就叫粉紅海豚。然後它還有一個很可愛叫外號叫媽祖。你有聽過媽祖嗎？拜拜的媽祖，要拿香拜拜那個媽祖。台灣拍海豬還有一隻青娜娜嘅名，按做媽祖魚，係當年扣落3日，喺媽祖上也是隻海上品文，海面紅速上速下嘅拍海豬，看得當清楚，本5面看做係來讓媽祖住宿，所以很記得係媽祖魚。我們一起用台語講一次，它的台語名字叫媽祖魚。媽祖魚。那拜拜的那個女神叫做媽祖。媽祖。對，它是海豚，它其實不是魚。媽祖魚。對，媽祖魚是它很可愛的一個小外號。媽祖魚特別為所男兒男奶強用，上到台灣去接近台灣的一份子。因為台灣白海豚它其實就是中華白海豚的特有亞種，那因為他們在台灣的西部海域生活，它是沒有辦法跨過整個台灣海峽到中國那邊的水域去跟中華白海豚有所交流的，所以說變成它是真的是領台灣身份證的。
2002年，加拿大學者翁義超博士係挑一個用科學嘅方式記錄台灣拍海珠嘅年，佢發現台灣拍海珠冇強用，係中華拍海珠體有亞種，該東西還係研究性嘅國家灣加年吞出嚟。我也是跟着王老師，我才知道台灣有白海豚。那知道它是這麼特別，然後只在台灣，然後它在一個這麼艱困的環境生活，我就從那一刻看到它的那一刻，從一個只是想要做研究的學生，變成一個想要保護它的人。研究團隊會注意到亞雜物種，因為佢有氧動體片，是出現到台灣西邊苗栗到台南差唔多200公里長嘅海岸，咪就係台灣拍海珠係台灣掌有係會千摩界。This is one of the smallest distributions of any group of animals that we know of. Okay, it's only roughly about a 200-kilometer stretch of water, and they're not usually found more than about 1 or 2 kilometers from shore. They're very, very close. So that's the really surprising thing for this group of animals, why it took so long for science to find them, because they were right beside us in our backyards. 如果说台湾的这个特有亚种的族群消失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台湾白海豚的存在了。它的基因啊，它的特殊性，还有它的生态气味，都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Don't move anywhere. There's no seasonal migration. Right? This is their home. They stay here all year round. 台灣係台灣拍海珠唯一嘅固性體，不過也隻家人變化到挺厲害，拍海珠冇辦法打隻位，冇奈何去讀到生命嘅危機。我在猜，再過可能5年，就是都沒有改變魚翅紋的問題，跟台灣的環境的問題是沒有救的。現在也有可能沒有救，我是沒有辦法跟你講最樂觀跟最what's that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2005年，翁義超博士同新界召開記者會發出警告，台灣拍海珠嘅數量20年內對100隻存沒50隻咧，已經令人可好講嘅愛切迄個暴露就地圖，驚怕會變成下二隻會切迄個海洋普能類。So every year you're reducing that population by 3 to 4% per year. That means the death rate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birth rate. So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t gets to a point where we are going to get, and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the point where there's going to be something called a vortex, an extinction vortex. They get to a certain level, they can't recover no matter what you do. 哦，很近哦。会太大啊！当我们的个体数小的族群量开始的时候，它就会启动这个往下，让它的个体的消失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个漩涡，这叫做灭绝漩涡。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因为它的个体数已经非常少了。也不能讲说它资源到底有没有变多或者变少，它确实维持在一个50只上下的一个状况，所以倒是没有像外界说，那个白海豚已经一天一天减少这件事情，这个可能是因为有不同的统计方法、不同的资源的调查方法，所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了。但是我们是非常抱持非常谨慎跟这个小心的态度了哈，因为其实数量这件事情，它会反映在我们对它保護的程度多少？台灣拍海珠是存沒50隻咧，比北其中較少，出體數量和較關鍵嘅係幾多歲嘅有幾多隻。拍海珠嘅壽命差唔多有40歲。照按多年來嘅觀測記錄，台灣拍海珠嘅族群和後生有8%係青少年，只係工作的春台嘅較少，所以食海珠減少。香港因為環境嘅傷害，海珠境內減少。
2020年11月，中华海巡又发现到一只卡岛尸体嘅拍回主贵姓送了了。经过比对，系编号0223号嘅 Caesars， 差唔多有18岁，系新年嘅公海主，拍海主户口簿又少一张嘞。所以我才会说他是台湾西部海域的吹哨者，就是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些现况，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台湾的西部海域的环境里面有些什么，有废弃渔网，然后可能有一些鱼线、很多的海洋废弃物。台湾拍回主用生命体相发出海回嘅警示，照科学嘅研究，台湾拍回主係個每切體只做得7年屍體一隻，咪就係最大因為因素死亡嘅了。不過現實嘅狀況係，對2009年到2025年16年間，起碼有10隻拍回主因為5名海廢、環境等因素殺冇命咧。也屬實總是超過7年屍體一隻最多改良。白海豚目前面临到的最大的困境就是它的栖地会消失。那现在台中港的扩建计划有可能是压垮台湾白海豚的最后一根稻草。拍回主咧下都到嘅第一隻每季係固性體嘅破壞，對苗栗、台中、中華到雲林總共763平方公里。2020年話做台灣拍回主嘅重要固性體。拍回主用蓄水海來分南北，冇強用嘅族群，上南下北來來去去當正常。台中嗱中華係最多嘅。不過台中講會做下台，嗱中華離岸風場都到拍回主嘅固性體。哦！我们曾经观察过台湾白海豚在他们现在正规划要施工的范围里面，做出非常完整的栖地利用的行为。他们在那边觅食，在那边社交、休息、育幼，甚至有肚子贴肚子的亲密行为，也就是他们可能在求偶。对，那这么完整的栖地利用的一个区域，假如说它盖了外扩体，那台湾白海豚就不能用了。2015年，中華陸港嘅一件百年老屋，大操作拍回主馬祖港，推廣保育行動。研究人國家本當用幾面牆為本大家地，係講台中港上外擴大差唔多1000公頃，對拍回主來講，有氧係斷腳斷路行嘅。北边的白海豚要进来，要往南，要过了台中港的这个区域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外扩体，它第一个威胁就是它有可能会进到港区内，它进到港区内，它就有可能会出不来，所以它就有可能会在里面就是被船撞击啊，或者是受到惊吓，或者是甚至是死亡。那南边的族群，它如果说要往上，要往北的话，它这边一个外扩体，它挡住它的去路，它有可能就会降低它继续往北的意愿。所以说，北边跟南边，它其实就会有一个族群上面的区分。是个血色的渔场，血色的电力，非常的痛心。怎么可以允许它在白海豚重要栖息地里面射风机呢？中華陸港人是熱演，假擺會拍回主企出來。記錄先做環保工作20年嚟，抗議街下，佢嘛打幫大人去行圖，希望行下到人做得啲，去海岸麥體嘅血污山野，海洋生態嘅大變化。那就是流刺網，來，我們看一下流刺網長怎樣哈。上去之後，你是個背鰭尾鰭，你不能退回來，就像刺一樣，像個刀鈎刺有沒有？鬼針草一樣。屌的屌呀，好，所以叫流刺网。你看白海豚有3个族群，怎么样都在彰化啊？啊，刚刚看渔获量这么多，什么都在彰化啊，你可不可以缓一缓？可是我们就真的越来越失望，就是
尽管离岸风电过了之后，离岸风机还是进来啊，我们没办法信任政府啊，真是没办法信任政府。这边打桩就是那边在打桩，这么远哦，它离岸7、8公里，到里面的内陆20公里的地方，20镇还听得到打桩的声音。你可以想到那个桩，这个海上的生物就怎么办？路上都那么大声的哦。那我最近又听到一个渔民代表跟我讲，施小姐不只是这声音，而且她说震动也是20公里还感受得到。拍摄风机猎摩天，列是台湾的能源转型，未打乱海岸的生态และ产业。风机对大屯日到运转发展，海南上岸，通勤威胁到海洋生态。那如果尤其像这个离岸风场的海缆要上岸的这一段，它其实真的就是会跟我们的重栖是有高度的重叠了。彰化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叫从芳苑的上岸的海缆，因为它这个海缆的位置紧邻的浊水溪口，然后加上这草间带是最长的5、6公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先避开，才有办法减缓接下来离岸风电的影响。因为这个海缆铺设之后，会让这个海域非常浊。浊度越高的话，这些食物或者这些小生物其实没办法活下来，那势必就会影响到白海豚的觅食。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像目前白海豚只剩下40几只。对苗栗到云林763平方公里的大海，是台湾拍海主的重要固性体。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地图嘅开发行为係有限制嘅。海保署停海洋野生动物重要固性体开发新强标，盘点出题目有38項嘅开发案，動都改做。对于这个施工过程的环境，怎么样避免干扰，怎么样去降低这一个损害，或者有没有什么减缓措施等等，我们透过这一个检核原则来提供给业者来做参考，那也提供给地方政府。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啊，就是如果再这样子持续盖下去，我们没有积极的去改善我们现有已经符合所谓的环保法规，例如说我减少多少的分贝纸、打桩的纸啊，或是使用防啄木啦，或是气泡木，没有再去强化它。你说我们用现在的或用10年前的规格来要求业者做这样的事情，那只是会还是让白海豚加速灭绝而已。守护地球，是Pinky，气候到极，是改革必行。生日大挑戰，關心氣候變化嘅團體發現為氣候內涵嘅大有限。極端氣候係全球強下而面對嘅問題，減碳係目標，能源轉型未停出而做。不過永續係留本後台人永久唔會變嘅價值。真正的永續一定重要的係做唔得犧牲生命。我们台湾的能源转型、能源的建设，是不是要用这个动物的灭绝来换？台灣掌有嘅台灣拍海主係講切體，該是真正變做老跳擺嘅鼓勵。And Taiwan, I think, is really in a unique position. I mean, if we were able to save these dolphins, and maybe through our win-win-win proposal for the fishers and the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dolphins all win, the win-win-win. And the fourth win would be the Taiwan government, because we would do something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been able to do. 佢係台灣拍海主，生發到台灣四海岸。也係佢唯一嘅